普通的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顶尖高手改变思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维克在《终身长大》中提到，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不是勤奋程度，而是思维模式。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就是他的人生上限。以下这7种顶级思维方式养成之后，你离成事就很近了。一文字思维，一滴雨的重量大约是一只蚊子的50倍，再加上下落时的加速度，它对于蚊子的冲击力不亚于一辆重型大巴车全速撞到人身上。那为什么下雨天大多数蚊子能够安然无恙呢？美国一位教授用高速摄像机拍下了蚊子在雨中逃生的场景。当雨滴打在蚊子的翅膀和腿部时，蚊子会被向击中内侧倾斜，然后侧身翻滚，让雨滴从身侧滑落。蚊子身上布满了疏水的材料，就像荷叶一样，所以只要伸胳膊腿就能优雅地脱身。而当雨滴直接击中蚊子时，蚊子会先顺应雨滴强大的推力，与之一同下落，随后迅速侧向微调，与雨滴分离，并恢复飞行。雨滴再重，蚊子都能逃出升天，就是因为它能随着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这也印证了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到的观点：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快速反应的。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提出过10倍速变化理论，外界变化永远要比我们预料到的快10倍。不信你看，有多少看似稳定的铁饭碗已经被变化摔了个粉碎，多少曾经风光无限的工作正在被 AI 所取代。时代的潮水奔涌向前，想要立身安稳，不妨学学雨中的蚊子，主动拥抱变化。人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能在不确定中拥有确定性。二弹孔思维。二战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有个统计研究小组，负责为战时的美国分析数据，制定最优战略。美国不希望自己的飞机被敌军击落，要给飞机外层加盔甲，但这存在一个矛盾：盔甲覆盖不足就会导致防御不足，盔甲过多则会影响飞机的灵活性，依然会导致防御不足。如何找到一个最优解呢？在整理各项数据后，军方发现飞机不同部位留有的弹孔的数量不一样。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全部加盔甲，那盔甲就应该加在飞机受攻击概率最高的地方。乍听上去好像完全正确，但数学天才瓦尔德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盔甲应该加在弹孔最少的地方，也就是飞机的引擎。瓦尔德解释说，从概率上看，飞机各个部位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是均等的，但为什么在引擎上留有的弹孔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的部位呢？他猜测那些消失的弹孔都在未能返航的飞机上。许多飞机在机身被打得千疮百孔时依旧能够返航，可一旦引擎受损，飞机可能就回不来了。就像是军队医院病房里，腿部中弹的病人比胸部中弹的病人要多得多。这显然不是因为腿部更容易中弹，而是因为胸部中弹的人都死了。普通人只能看见受伤的飞机，但顶级的牛人看见的是消失的弹孔，其差距就在于概率思维。拥有概率思维的人，往往能做出更正确的决策。查理·芒格曾将自己投资的智慧比喻为钓鱼。钓鱼的第一条规则是在有鱼的地方钓鱼。钓鱼的第二条规则是，请记住第一条规则。我们这一生所面临的问题无非3个：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重复做什么。概率思维让我们明白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情需要长期做。3环书思维。20世纪90年代，大英图书馆要从伦敦的旧馆搬迁到圣潘克拉斯新馆去。旧馆藏书有1300多万册，据估算搬家费高达350万英镑。如果你是馆长，能想到什么办法降低工程预算？雇佣更便宜的工人，降低运输成本。但在巨大的工程量面前，种种方案似乎都是杯水车薪。拥有顶级思维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找到馆长，对他说：我有办法，而且只要给我150万英镑就可以了。第二天，年轻人在报纸上刊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自即日起，大英图书馆免费，
无限量向广大市民开放借阅，但因图书馆迁址，请借阅者把书还到指定新馆。年轻人将搬书的固有思维转化为还书的思维模式，花了不超过原预算一个零头的成本，就完成了90%的搬迁工作。思维的杠杆就是如此之强大。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思维是一堵墙，世界就在墙的另一边。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你的固化思维。遇到问题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不妨掉个头，说不定就能走到柳暗花明处。4灯塔思维。美国畅销书作家迈克尔·西蒙斯曾花了5年时间研究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企业家。他发现这些出类拔萃的创业者在看待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基于4维视角来看待世界，而大部分人都停留在1维视角。1维视角的人目光局限于特定的专业领域，4维视角的人能从过去到未来跨越几百年去思考问题。1维视角的人追求短期利益，4维视角的人更看重远期的收益。比如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为了一些可能失败或者需要7年以上时间才有回报的实验，愿意持续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只投资于他认为自己可以投资几十年的公司。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曾经问过下属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人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下属茫然。孙正义在纸上画了一座山，在山脚下画了一个圆，又在山顶上画一个圆，并在山顶上标上理想2字。理想就是一座灯塔，循着目标向前，你的耐心就会更好，你会更从容更坚定。一时的成功不会让你迷失，短暂的失败也不会让你感到恐惧。所以不要高估1年的积累，也不要低估10年的改变。永远做正确的事情，剩下的时间会给你答案。5上游思维。得到的图书团队曾采访国内顶级的程序员，问他们这个职业的核心挑战是什么。也许你觉得他们天天跟代码打交道，遇到的挑战无非是如何写出更好的代码，掌握更多的编程语言等。但几位技术大牛的答案跟这完全不搭边，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答案锁定到4个字：追问需求。腾讯公司副总裁谢小虎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原来在谷歌的时候，负责提升从搜索到广告转化的成功率。一次公司的业务团队发现中国用户的转化率偏低，就对他所在的技术部门提出需求，把广告字体变大一些，背景色调的更醒目一些。他们没有直接调整，而是询问这么做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沟通之后才知道业务部门是想提升转化率。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当年国内的门户网站顶端常常放一堆密密麻麻的 banner， 中国用户打开网页，上面的根本不看，直接看下面，而谷歌广告的展示位刚好在最顶部。后来他们把广告调到最下面，转化率就提起来了。顶级的工程师解决问题，不只关注代码，更能看到代码背后的人的需求，这就是典型的上游思维。麦肯锡图表思考法中也提到一个工作原则：不要打地鼠。解决问题不能像打地鼠一样，哪里冒出来就把它打下去，这样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完，也永远也无法真正的把问题给解决掉。遇到问题，普通的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顶尖高手改变思维。追本溯源，着眼全局，找到问题的关键节点，方能一击制胜。6懒蚂蚁思维。日本北海道大学的进化生物研究小组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对3个分别由30只蚂蚁组成的黑蚁群进行追踪，以观察它们的分工情况。他们发现，在族群里，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忙着清理蚁穴、搬运食物、照顾幼蚁，但是一些蚂蚁却格外懒惰，在其他蚂蚁忙碌的时候，它们经常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生物学家把这部分蚂蚁叫做懒蚂蚁，并在它们身上做了标记。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令人惊讶的是，当研究小组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之后，那些勤快的蚂蚁仿佛顿时乱作一团，反倒是那些被打上标记的懒蚂蚁，
从容不迫地带着蚁群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原来懒蚂蚁们不是真的懒，它们只是把勤奋的时间都花在了侦查上。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你是否也陷入过勤奋的蚂蚁的误区呢？心理学专家 Jordan Peterson 教授列过一个自测表：一、花大量时间做事情中最容易的环节，还自满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以准备的名义拖延，看上去很忙，但事情没有任何进展；三、从来不验证工作成果；四、读了很多书，但从不总结规律，即使总结了规律，也没有用到实践中。如果你有以上的迹象，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在埋头赶路时，记得时不时抬头看看远方。七场域思维，19世纪中叶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曾提出过一个场域理论。外在的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理环境，另一类是行为环境。地理环境即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臆想中的环境。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考夫卡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冬日的夜晚，一男子在风雨交加中骑马来到一家客栈门前。铺天盖地的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他很高兴在黑夜中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所。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指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听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闭在店主脚下。该男子在骑马过湖时，湖泊是地理环境，而他的臆想中的环境则是冰天雪地的平原。倘若那个男子事先知道他要途经一个大湖，他绝不会有勇气在上面策马奔腾。也正因为他臆想中的环境是坚硬的平地，才在闻及他骑马穿过湖泊时大惊毙命。人是环境的产物，改变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把自己置于能滋养自己的环境中。想要提高专注力，就尽量给自己营造无人打扰的环境，学会屏蔽纷扰。想要提升认知力，就请卸载低密度低质量的短视频 App， 咀嚼经典读物。想要心态积极，就要远离让你 emo 的东西，少和人纠缠，多看大自然。如果你对自己的现状不满，那就从换个环境开始，改变自己就现在。8、换轨思维，不是每一堵南墙都值得去撞，人生本就有许多可能，没有哪一条规定要求一定要选择一条路走到黑的。路不通时，及时换轨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负责。有个网友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表姐已经30多岁，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在亲戚的眼里，她就是个大龄剩女。每次家庭聚会，她都免不了亲戚们的一顿盘问。后来，表姐的父母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生，双方品味相似，彼此颇有好感。他们感情迅速升温，没过多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有一天，表姐在偶然间看到了这个男生的手机短信，她得知原来他竟然有赌博的爱好，而且他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花在这些东西上，家里人还帮他瞒着。表姐一开始口苦婆心地劝说男朋友不要接触这些东西，容易上瘾。男生虽然不反驳，但是也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有一天，男生突然找到表姐借钱用于生活开销，表姐诧异地问道：“你不是刚发的工资吗？输完了。”谁知男生却不耐烦地催促她，甚至他还抱怨表姐还没进门就多管闲事。表姐听后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回家后当天晚上就和男生提出了分手。第二天，双方父母亲戚轮番上阵，劝说表姐再考虑考虑，男生会改正。俩人走到现在不容易，别轻易放弃，但表姐仍然坚定地选择分手。后来表姐遇到了更好的对象，而这个小伙子却因为赌博而欠下了一身的债务，听说连工作也丢了，到处躲着债。最好的我们中有一段话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东西不应该一直坚持下去，因为是偏执的。人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不是每一个南墙都值得我们去撞。明智的放弃胜过于盲目的执着，及时止损，抽身远离泥潭，才能重获新生。9、田耕思维，
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支付宝 CEO 彭磊曾说，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都只有一个，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正确的决定。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体现在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上，填坑思维就是核心竞争力。职场作家朱基曾讲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他刚刚就职了一家公司，第3天 CEO 助理突然通知他参加会议，一进会议室，他还没来及弄清楚会议内容，就被 CEO 劈头盖脸的训斥，你是负责公司网站的吧？公司网站怎么这么差？马上改版，30天内我要看到新版上线。当时朱基半天没回过神来，他一个刚上班3天的新员工，哪里会懂什么网站运营？3回后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原来这是老前辈给他这个新人挖好的一个坑，换做别人很可能就甩袖不甘了。但是朱基没有推辞，只是点点头应承。这1个月的时间里，他忙得鸡飞狗跳，做栏目规划，找技术人员，协调美工作 UI 设计。终于他赶在承诺的日期前将新版上线， CEO 很满意，也知道了他原来不是负责网站的人，这让 CEO 对他更加另眼相看。于是 CEO 给常务总经理提议，将他提拔为产品部经理，还提名为集团年度的优秀员工。一个小小的职场新人，因强化自己的填坑能力，一下子就变成了公司的红人，而这时他不过才入职1个多月而已。朱基说，每次填坑的遭遇其实是自我迭代的良机，可以锻炼过人的意志力和强大的心性，从而进化成自然型的人，为成就日后的事业奠定牢固的基础。职场本就是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填上去才能过得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体现在是否具备填坑力。面对难题，优秀的人往往会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平庸的人则总会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寻找借口，逃避责任。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他的填坑能力有多大。实木桶思维，别让你的短板毁了你的优势。真正的聪明人既能清楚自己的长处，也能看到自己的短处。与其跟自己的劣势死磕，不如想方设法来激发自身优势，寻找属于自己的高光。德国有位著名的科学家，名叫奥托·瓦拉好。读书时，他遵从父母的意愿，选择了文学之路。但小年纪的奥托·瓦拉好压根对文学没兴趣。1个学期下来，老师不得不告诉他父母，瓦拉好很用功，但过分拘泥。这样的人即使有着完美的品德，也绝不可能在文学上发挥出来。没办法，父母又让他改学油画。可是油画老师又否定他，说他不是油画界的可造之材。无论是构图还是上色，他总是笨手笨脚，画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人看。学校甚至写下这样的评语：你是绘画艺术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才。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发力的他，经受了太多的挫折，也让他的自信心大受打击。直到好心的化学老师点醒他，你做事一丝不苟，动手能力又强，为什么不试试专注化学呢？这一次，瓦拉好的才能像熊熊焰火一样燃烧起来。很快，这个原本在文学和油画领域笨手笨脚的门外汉，成长为了化学领域的佼佼者。1910年，他更是凭借成功人工合成香料，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古语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的智力发展是不均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而一个人的劣势终究会成为人生之路的绊脚石，抑制自身的发展。智者往往懂得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展现出真正的才华。唯有如此，才能将人生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畅。11. 空杯思维，适当清零才能重置人生。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创业失败了，把原因都归结于时代和大环境。后来他从父母那儿听说寺庙里有位得道老禅师，决定前去拜访。一开始老禅师的徒弟接待了他，可他却居高临下地说道，一个小和尚哪有资格接待我。没过多久，老禅师十分恭敬地接待了他。在给他沏茶时，明明杯子已经满了，可禅师还在不停地倒。他不解地问，
大师，为什么杯子已经满了，还要往里倒？大师答道：是啊，已经装满了水的杯子，怎么可能继续装水呢？这个人听了，茅塞顿开。老禅师这是在告诫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空杯心态，唯有时时清空自己，不执着于过去，才能拥有再造未来的能力。马伊琍曾在节目里透露了一个当年和陈道明拍戏的小细节。前来客串的陈道明老师，他的台词很少，但他演完以后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静静地站在旁边看其他年轻演员的表演，极为认真。马伊琍忍不住好奇，就问陈老师，我见到您常常在旁边看我们演戏，是否有什么指教呢？陈道明老师笑称，我虽然是一个前辈，但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以一种不扭捏的状态融入年轻人。作为一个国家一级男演员，他依然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谦虚学习。正是这种空杯心态，让他的演技越来越精湛。法国作家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的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一个人如果一味沉浸在过去的光环里洋洋得意，那么注定无法实现二次飞跃。那些出类拔萃人，往往敢于把自己清零，轻装上阵，挑战新的开始，成就更好的自己。白岩松说，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人生就是一场打破思维认知的修行。学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人脉是金牌，思维是王牌。正确的思维方式远比努力更重要。换轨思维及时止损，而后涅槃；填坑思维提升能力，拉开差距；木桶思维发现优势，凸显特长；空杯思维人生归零，重获新生。往后余生，愿我们都拥有顶级的思维方式，与这个世界更融洽的相处。认知红利中说，你这辈子的成就最终能达到多高，是靠你的思维模式支撑起来的。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到不了的高度，脚步也无法抵达。而你看过的书，走过的路，历过的事，遇到的人，都是你思维升级的垫脚石。持续不断在事上磨，在心上练，在尘中悟，终有一天，你将跳出禁锢自己的圈子，看到更大的世界。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